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又气又无语的相亲故事哦，这故事真的是让丽姐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2天来了一位女客户，年纪都35岁了，在一家外企做行政，一个月也就1万多块钱吧。长相嘛，说实话也就是普普通通那种，但是人家对另一半的要求可不普通呢。这位女士啊，一开口就说：丽姐，我要找一个身高至少180公分以上的，年收入50万以上的，有房有车，年龄不能超过35岁，最好是在事业单位或者大公司上班的。我一听就想说，妹子啊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条件有什么误解啊？但是作为专业的红娘，我还是先听她说完，结果她继续说，对了，丽姐，我还要补充一下，她必须要有研究生学历，家里最好是独生子，父母要有退休金，最好是在广州本地人。讲真的，我当时就想翻白眼了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，但还是得耐心解释。妹子，你知道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吗？符合你这些条件的优质男士，他们一般找对象都会找小一点的，而且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打断我说，丽姐，我知道我的条件是有点高，但是我觉得凭我的条件找这样的对象不过分吧。我有稳定工作，我长得也不差，而且我性格很好的。因为我的天哪，这种自我认知严重不够准确的客户最难搞了。正好这时候我想起了最近认识的一位男客户，是做程序员的，今年32岁，人品外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月收入也有3、4万。我本来寻思着这不是现成的吗？赶紧给他们安排见面。谁知道我刚说完这位男士的情况，这位女士立马就撇嘴说，程序员啊，他们不是都很宅吗？而且我听说做程序员的压力很大，年纪大了都会被裁员，不够稳定吧。当时我就不乐意了，但还是保持着职业素养说，妹子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现在哪个行业不辛苦，程序员的收入和发展前景都很不错的。再说了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找收入高的吗？这位男士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啊。他还是不以为然地说，但是丽姐，我觉得程序员工作太辛苦了，而且听说他们都不会照顾人，生活品质也不行。我继续耐心地跟他解释，其实你对程序员的印象有些偏差。说到这里，丽姐，我要先插一句，这位程序员小哥的故事真的让我又气又心疼。且听我慢慢道来，这位程序员小哥，我们就叫他阿杰吧。阿杰人长得挺帅气的，身高178公分，在广州买了房，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性格特别好。他来找我的时候特别真诚地说，丽姐，我就是想找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，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就好。哎呀，多好的男孩子啊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因为现在很多男士来相亲都是列一堆条件，什么必须是大学生啦，必须是白富美啦，但是阿杰完全不是这样的人。结果呢，阿杰第一次相亲就遇到了那个嫌弃程序员的女士。说实话，我都不好意思安排他们见面，但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还是跟阿杰说明了那位女士的想法。你们猜阿杰怎么说？他说，丽姐，没关系的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不过我觉得相亲最重要的是看2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，而不是简单的看职业。讲到这里，我真的要为阿杰点赞，多么通透的一个人啊！但是故事的转折来了，在我安排了好几次相亲都不太成功之后，阿杰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语气特别低落地说，丽姐，我遇到了一个女生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，赶紧问他怎么回事。原来啊，阿杰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在按摩店工作，2人见面聊得特别投缘，而且那个女生对阿杰特别好，常常给他按摩缓解工作压力。阿杰说，丽姐，我知道他的工作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理解，但是他真的很单纯，很善良。他说他之前是在农村老家的美容院工作，后来来广州打工，就进了这家按摩店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种情况在我这么多年的红娘经验中也遇到过。说实话，每个人的职业都值得尊重，但是确实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和社会压力。我正要开口劝他，阿杰又说，
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。他很懂事，从来不跟我要钱，还经常做饭给我吃。我感觉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我当时真的很心疼阿杰，因为从他的语气中我能听出来他是真的动心了。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不得不提醒他要多想想。所以我很认真地跟阿杰聊了聊。我说：阿杰啊，丽姐知道你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但是在感情这件事上，我们还是要多考虑一下现实问题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，你要怎么向家人介绍他呢？没想到阿杰立刻说：丽姐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但是小月说了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，他就不做这份工作了。他说他可以去学美甲，或者开个小店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担心了。我问阿杰：那你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吗？知道他以前的感情经历吗？阿杰支支吾吾地说：他说他是湖南农村的，父母都在种田，他还有个弟弟在读高中。他说他之前谈过一次恋爱，但是对方嫌他家里穷，就分手了。听到这里，我这个红娘的职业雷达马上就响了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，很多女孩子是为了赚钱养家才做这种工作的。但是这种经历难免会让人有所顾虑。正说着，阿杰的电话又进来了，这次他的语气更加低落。丽姐，我刚才查了小月的微信朋友圈，发现她以前发过一些穿着性感的照片，还有一些夜店的照片。我现在很乱。讲真，我当时真的很想劈头盖脸骂醒这个傻小子，但是我知道这种时候骂是没用的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男人谈恋爱嘛，就怕走心，一旦走心了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我深吸一口气说：阿杰啊，丽姐问你，如果小月现在还在按摩店上班，你能接受吗？如果你们结婚了，你能接受她这样的过去吗？你父母知道了会怎么想？阿杰沉默了好久好久，然后说：丽姐，我真的很矛盾。每次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他特别单纯可爱，完全不像是在那种地方工作的人。而且他说他之所以做这份工作，就是因为工资高，可以帮家里还债。听到这里，我真的很无奈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，有些男生一旦认定了一个女生是单纯的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但是作为过来人，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担忧。我对阿杰说：你知道吗？丽姐，我这些年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。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吧。前2年也有个条件特别好的男士，在银行工作，他也是遇到了一个按摩店的女孩子，说是什么纯情无助，被生活所迫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交往没多久，那女孩就说家里突然遇到困难，跟他借了20多万，然后人就消失了，手机一关，人间蒸发。阿杰一听这话，立马说：丽姐，小月不是这样的人，她从来没跟我要过钱，反而经常给我做好吃的，还给我买衣服。哎呀，这话听得我是真着急。傻孩子啊，现在的骗子多高明啊！投资前期很正常的，等你完全相信他了，真心付出了，那时候再下套，你反而更难抽身。正说着，突然办公室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一位穿着光鲜的女士。一进门就开始数落我：丽姐，你们这个婚介所到底行不行啊？我都交了这么久的会员费了，怎么介绍的对象一个比一个差？我一看，可不就是之前那个挑剔的女客户吗？她继续说：你看看，上次介绍的那个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，工作那么辛苦，以后哪有时间陪我？再说了，他那个工资也就3、4万，在广州这个房价这么高的地方，怎么能让我过上好日子？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妹子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你自己月收入才1万出头，凭什么要求人家月收入5万以上？再说了，人家程序员工资年年涨，有上升空间，你在外企做行政，工资能涨到哪里去？他还不服气，什么嘛？我这不是为了以后的生活着想吗？我这个年纪总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吧？我这个气啊！直接说，那你以为你是什么条件啊？你今年都35岁了，还这么挑？你知道现在婚恋市场什么行情吗？像你这种条件的，就该好好把握机会，不然等你40岁了，别说高管了，连个普通程序员都找不到。这时候阿杰还在电话那头等着我继续聊呢。我赶紧说，阿杰啊，你先别着急，丽姐还要继续跟你分析。我对着电话说，阿杰啊，丽姐必须要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
你是个好孩子，条件这么好，完全可以找个条件相当的姑娘，何必要给自己找这么多烦恼呢？阿杰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丽姐，其实小月已经答应为了我辞职了，她说她可以去学美容美甲，重新开始。我想给她这个机会，我一听这话，心都凉了半截。阿杰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，你要怎么面对你的社交圈？你的同事朋友知道了会怎么看？再说了，你父母那一关，你觉得过得了吗？这时候，那位高要求的女客户又在旁边插嘴了：哟，丽姐，你在给人家做感情咨询啊？我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是有人想找按摩女当女朋友啊？我瞪了她一眼：你少在这说风凉话，你自己条件一般，要求倒不一般。人家阿杰条件比你好多了，至少人家有真感情，你呢？整天就知道挑三拣四，嫌这个工资低，嫌那个职业不好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他被我这么一说，竟然愣住了，然后尴尬地说：丽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想找个条件好的，将来生活能有保障吗？我叹了口气：妹子，你要明白，婚姻不是在挑商品，感情也不是在做生意。你现在这种态度，别说找程序员了，连普通上班族都看不上，最后只能剩在手里。电话那头的阿杰突然说：丽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但是我想再观察观察小月，给她一个机会，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如果她真的愿意改变，愿意重新开始，我这个心啊，真是又气又无奈。我知道感情的事，外人说再多都没用，只能说阿杰啊，丽姐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继续，一定要调查清楚他的底细，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。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，一定要及时抽身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阿杰这段感情该不该继续呢？那位挑剔的女士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真爱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丽姐你的想法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如果觉得精彩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请丽姐喝杯茶哦。下次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精彩的相亲故事。